有缺牙就要补，有牙齿的人比没有牙齿的人活得更久。现在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所以人家说有牙齿咬合的咀嚼回馈活动影响到脑部，比较不容易帕金森氏症。就年轻人来讲的话，你缺牙会造成旁边牙齿失去预告，会倾倒，会容易有咬合性的牙周病伤害，旁边牙齿会掉得更快。微创植牙就跟那个心导管术式一样，科技在进步，医学也在进步。心导管术式以前是用开胸，现在用从大血管装，所以牙科也要进步啊。就以前要做很多次的大手术，2、3次长时间来完成，现在利用微创术式植牙、拔牙、补骨，同时一步完成。传统植牙会失败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因为骨头有大范围的缺损，你要先补。可是你补骨之后，传统术式要加再生膜，它就是个感染，所以很多植牙失败就是感染造成。而且你要多次手术，你越多次手术，会发生感染几率自然就越高，失败率就增加。而微创术式是一次完成，它几乎不放再生膜，所以它经由再生膜造成感染的几率就没有。微创植牙跟传统术式最大的差别，传统术式你门牙植上去之后就要等空窗期，比如等1年，骨头长好才能接牙套。而微创植牙，我是用一种有很强的初级稳定度的一种植体，它植上去之后，马上就可以装临时牙套，在美观上没有问题。传统的术式有些禁忌，甚至说有些对病人有要求，而微创植牙对病人没有任何要求。我目前植牙最高的年龄是直到85岁。因为伤口小，手术时间非常短，所以在一些严重的糖尿病的病人，或是骨质疏松症的病人，都可以植。高血压有吃药的病人可以不用停药。牙周病要先治疗才能植牙，传统的术式是药，而微创植牙你就同步一起处理就好。像有的牙周病很严重的病人来植牙，伤口打开来，植体放下去，同步处理就好。齿槽骨高度不够也是可以植牙，或是鼻窦骨缺失。现在有一种新的植体叫做鼻窦植体，鼻窦底骨小1个mm的，也可以马上植牙上去。这是鼻窦模型，是鼻子、牙齿。传统术式你要鼻窦开创，就是牙龈线很大，这边挖一个洞，把骨头跟鼻窦黏膜顶开，补上去。伤口越大，感染的风险就越大。而用鼻窦植体，就是从原来的牙齿的位置就钻个孔，鼻窦植体就碰上去，不用像传统术式要开这么大的伤口，所以它几乎没有感染的风险。我会放弃传统术式，改用微创植牙，最主要是病人的恐惧。很多病人他植完一次之后，下次别个位置又在植牙，病人会说上次那个术式吓到，有点不太敢再植。所以说想要改变术式，让病人比较不肿痛。而应用微创植牙之后，很多病人是一直在植，他植了这颗之后，甚至过1个月、2个月，或是更快，甚至第2天说我别颗想要再植，就跟传统的术式差别一下就出来。病人几乎没有什么恐惧感。微创植牙的费用其实比传统植牙的术式的费用一般来讲其实会比较低，因为传统术式你要花2次、3次的手术，2次、3次都是费用，那微创植牙只有1次，所以你只有1次的费用。在伟林牙医做微创植牙跟别的诊所的差别，就是很多病人有去别家诊所咨询，都说要2次到3次手术，大概2年完成。而我这边呢，就1次手术，半年之内就完成。在植牙之前的话，会先跟你讨论说你的需求在哪里，你想要口腔需要恢复到什么健康状况。那我们第一个最基本的检查就是先口内检查，然后基本的根尖 X 光检查，然后环口 X 光片检查，然后最重要的是电脑断层，因为电脑断层才能够判断出说你的骨头剩多少，比如说离鼻窦还有多远，离神经距离还有多远，最不会伤到鼻窦跟伤到神经。我在台湾已经教过很多课，举办过很多次演讲，很多医师听完之后反应非常热烈，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说植牙可以做到这样，就跟传统术式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传统的植牙因为大家都听多了，就这样子而已。会知道微创术式的医师其实不多，目前台湾有能力做微创植牙术式的医师也不多，所以我开这个课跟演讲的时候，几乎每场都报。我植牙已经24年，而应用微创植牙是大概3年半。我3年半来大概植了500多颗植体，目前失败率是0%，成功率100%。